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容貌焦虑的真相与进化的秘密。这个视频全面分析容貌焦虑和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美丽容颜，以及美丽背后的生命意义。请大家坚持看到最后，我会告诉你如何让相貌平平的人变成帅哥美女。在节目的最后，我准备了一个彩蛋，我会告诉你快速消除容貌焦虑的解药。深度心理分析解读，你值得观看。你有没有照镜子的时候突然讨厌起自己的脸？你有没有拍10张自拍却一张都觉得不好看？你有没有刷社交媒体看着那些拥有完美五官的人，自己越看越自卑？你是否不用正面的照片，而只是用背部的头像？如果有，那就欢迎你来到这个几乎全民上升的容貌焦虑时代。你有没有容貌焦虑？我没有容貌焦虑。你没有容貌焦虑？如果有，你也不用不好意思，因为你并不孤单。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容貌焦虑几乎成了时代的集体症状。根据全球心理健康调查，高达70%的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曾经历容貌焦虑，甚至连读小学的女学生都开始担心自己的鼻子不够挺，下巴不够尖。在社交媒体上，滤镜脸成为了新标准。无数年轻人把自己的脸修成了统一模板，大眼睛、高鼻梁、尖下巴、瓜子脸。容貌焦虑不再只是明星和模特那些靠脸吃饭的人的专属烦恼了，它已经蔓延到了家庭主妇、上班牛马、大小老板等普通人心里，蔓延到了每一部手机、高清摄像头的面前。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容貌战争。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滤镜统治的世界，每次打开美颜相机，你的脸瞬间毛孔消失，鼻子挺了，下巴尖了，眼睛变大，皮肤自动磨皮磨到像陶瓷般光滑。这样看起来很爽，很讨人喜欢，更讨自己喜欢。这看起来人畜无害，但对大脑来说，它在不断地记录着一个虚假的自己。你越看习惯这个虚假的自己，就越看不惯真实的现实自己。美颜镜头里的你，现实中的你，逐渐开始了人格撕裂。小芳是一个18岁的大学生，她的手机里存着上万张自拍，每天至少要拍上100几十张，但几乎每一张她都觉得不够完美。她花大量时间在 P 图、上滤镜、测试光线，甚至开始研究起整容手术的价格。但在现实中，她其实并不丑，甚至还挺漂亮的。他的问题不是外貌本身，而是他的大脑已经被自己的虚拟形象给洗脑了。一旦卸下滤镜，就觉得自己像一个丑八怪。导致他更容貌焦虑的是，小芳不仅在审视自己，而且还是拿自己和别人比较。他拿真实的自己和朋友圈里照片的那些人对比。当然，那些别人的脸是滤镜修复过的，那些身材是 P 过的，那些朋友圈里的别人生活照是剪辑出来的高光瞬间。小芳拿着镜子里真实的自己和别人虚构的人生来比较，当然会输。小芳这种心理状态已经接近，或者可能已经患上了一种心理疾病，叫做体相障碍，英语叫做 Body Dysmorphic Disorder。 这种心理疾病的病症就是你极度在意自己外貌上的某个缺陷，但这个缺陷可能是非常轻微的，甚至根本不存在。而且这种在意并不是一般的不满意，而是严重到了影响生活的程度。人一旦患上了体相障碍这种心理疾病人就会很在意自己脸上或者身上的某个部位，例如鼻子、皮肤、牙齿、身材等等。尽管别人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你这些部位有什么不妥，但你仍会不断地盯着它，担心它，讨厌它，甚至憎恨它，并且对这些容貌产生焦虑情绪。这种容貌焦虑会让你照镜子、拍照，并在照片中反复审视自己。配套的动作还有疯狂的 P 图、化妆、伪装，尝试遮掩或改变不满意的身体部位。更严重的是，体相障碍的患者可能会拒绝拍照，避免社交，甚至不敢出门。更有甚者会反复整容、做医美，而且是永远不满意整形结果。我们看到不少人反复整容而导致毁容的新闻，请大家不要嘲笑他们，他们不是单纯的爱美人士，他们可能是一群心理疾病的患者。体相障碍是一种被医院精神科正式定义的心理障碍，它和强迫症、焦虑症类似，都是心理疾病的一种。
体现障碍是一种大脑对自己长相的扭曲感知，需要理解和治疗。请不要嘲笑或忽视他们，应该给予他们同情和理解。容貌焦虑不是你真的长得好不好看，而是你被自己的大脑嫌弃了、歧视了、欺骗了，是一种扭曲的自我感知。在别人的眼中你已经很正常了，但你却还有很多地方不满意。这种病态的容貌认知扭曲现象现在可真的是越来越常见了，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每一个点赞、每一条评论、每一张滤镜照片都在悄悄地放大他们的存在。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拼命想追的那个美丽容颜到底是谁定义的？到底美的标准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从根本上讨论一下，什么才是容貌好的标准？为什么有些长相我们觉得很顺眼，有些长相却不舒服？我们的审美是谁教给我们的？是父母？是广告？还是一种本能？从古代唐朝的肥胖美女到现代追求的白皙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对美的定义有着不一样的要求。但有趣的是，很多美的特征却在地球上所有文化中都是高度一致的，例如皮肤光滑、对称的脸、眼睛大而明亮、身体比例协调等等。这是为什么呢？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这些跨文化、跨时代的审美标准并非是随意的文化产物，也不是社交媒体强加给我们的，而是写进了人类的心理操作系统里面的，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进化论认为，我们喜欢的容貌是能反映出身体健康、活力和繁殖能力强的特征，这是因为有着达到好容貌标准的人，更大可能的带来健康的后代。我们先看看好看的脸背后隐藏了哪些健康信息。皮肤光滑、肤色均匀，不管什么肤色的人种，都代表着免疫系统健全，无寄生虫等疾病。甚至好皮肤还代表着好的基因。我们的皮肤不只是包住身体的那层膜，它还是一台非常灵敏的健康显示器。为什么皮肤状态与健康有关呢？当你感染细菌、病毒或者组织受损、压力过大，身体就会释放炎症因子，激活免疫系统对抗威胁，帮助身体修复，也就是身体通过发炎来做出自我保护反应。但如果发炎反应过强，或者长时间无法消退，成了慢性炎症，那炎症就会伤害身体，就会造成疾病。而皮肤，尤其是脸部的皮肤，因为暴露在外，最能吸引眼球，所以最容易对外界透露身体的炎症问题。脸部血管丰富，神经密集，一旦体内有了炎症，炎症因子通过血液循环来到皮肤，就容易在面部表现出来。脸色不好，就很有可能代表人体内的某种疾病。这种由身体内部对脸部皮肤的影响，揭露了一个重要的真相：我们看到的脸色其实是身体健康的缩影。因此，皮肤光滑、肤色均匀是全人类都喜欢的美。这种美不但是一种健康的美，更代表着优质的基因。那么人类为什么觉得皮肤光滑是优质基因的象征呢？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我们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健康，是不是适合生育，是不是基因强壮的好伴侣。外貌是我们判断繁殖能力的重要标准，其中皮肤状态最为明显，也是最透明的 DNA 显示器。皮肤光滑、光泽、紧致、无斑点，往往背后代表了没有慢性炎症、荷尔蒙平衡、新陈代谢好、抗氧化系统效率高，能清除自由基、延缓老化等等。皮肤好反映了一个人身体对基因的良好利用能力。也就是说，有些人尽管天生携带了某些优势基因，但如果长期生活习惯差、压力大、熬夜、营养不良，这些基因根本就不会被激活，而导致身体到处炎症，脸色自然就差。相反，如果一个人睡眠规律、饮食均衡、情绪稳定，就能激活修复、抗衰老、抗病毒等有益基因片段，这个人就会拥有好身材、好皮肤。这些表达出来的好基因就会有更大的机会传承下去，提高生命的效率。总之，光滑紧致的皮肤并不只是外貌好看，而是代表了一个人背后的良好身体状态，甚至代表了长寿和强大的生育能力。这里说的肤色均匀，不是说肤色要白，而是说不管皮肤是什么肤色，只要色调一致，少斑点，
人类的大脑就会自动认为这是健康的皮肤。皮肤是跨文化通用可见的健康线索，所以皮肤光滑、肤色均匀是第一个全球通用的容貌美丽要素。除了最新颖的皮肤脸色外，第二个全球通用的容貌美丽要素是一个对称的脸。对称的脸是指一个人的左脸与右脸在结构、比例、形状上的一致程度，也就是左右脸对称。虽然绝对对称的人的脸几乎是不存在的，但是越接近对称呢，在视觉上越被认为是好看。科学研究表明即便是几个月大的婴儿也会更倾向于盯着对称的脸来看，说明这是一种天生的本能，不是后天学来的。一项对300多名参与者进行的实验表示，人们普遍给对称的脸更高的吸引力评分。在一些研究中，有着对称脸的男性会被女性认为更可靠、更好基因。这是为什么呢？胚胎在发育过程中，我们的身体是由 DNA 指导的，细胞的越容易出现发育不对称的情形，例如耳朵一边高一边低，眼睛一个大一个小，鼻子歪斜，下巴偏斜等等。如果一个人经历了这么多干扰因素影响后，在胚胎发育期间仍能保持高度的对称，说明他的基因足够强壮和优良，能抵抗环境压力的干扰，能维持胎儿发育的 DNA 程序稳定执行。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如果能在风雨飘渺的环境中仍能稳定成长为对称的模样，代表他的 DNA 能力强，抗毒、抗压、抗感染，是妥妥的好基因。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在本能上会偏好对称的脸，这是我们大脑长期进化出的一套快速评估优良伴侣质量的判断标准。对称的脸通常被潜意识认为是更健康、更有生育力、更值得繁殖投资。在动物界也普遍存在对这种对称的特别偏好，许多鸟类、昆虫类都偏好对称的伴侣。例如，孔雀雌性会选择尾羽对称、斑纹规则的雄性，燕子、鱼类、鹿类等动物都对左右对称有特别的偏好。在全球通用的审美标准中，第3大重要的是身体的比例协调。人类为了快速判断对方是否健康、适合生育、基因稳定，于是身体比例成了其中一种非常高效、肉眼可见的判断标准。在胎儿或青少年时期，如果一个人长期受到疾病、营养不良、荷尔蒙失衡等环境影响，会造成身体某些部位发育滞后或者异常，导致比例失调，例如腿太短、脊柱弯曲、头过大或过小、四肢不协调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暗示某些基因在发育过程中出现了问题。相反，身体比例协调的人意味着基因比较稳定，发育过程顺利，环境干扰小，这是健康基因的体现。例如，对于男性来说，宽肩窄腰，也就是常说的倒三角体型，这代表睾酮水平充足，是体能与生存能力强的体现。而且身高与四肢的比例协调有助于打猎、防御和打架能力。这个打架能力对于进化初期来说，这可是获得繁殖权的重要指标之一。哈佛大学与伦敦大学研究数据发现，身体比例对于女性来说，腰臀比接近 0.7 的女性，其生育率、性激素水平、抵抗疾病的能力更强。也就是说，身体比例协调通常也意味着运动能力好，有着健康的神经肌肉系统，更容易在原始环境中躲避天敌，寻找食物，抚养后代。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潜意识里用来判断一个个体是否拥有良好基因、健康状态、良好的生殖潜力的重要线索还有很多。例如，清澈的眼白和有神的眼神通常意味着良好的肝功能和免疫系统状态。炯炯有神的眼睛能帮助人与人之间的眼神交流，能增强信任和情绪连接，有助于建立亲密关系与合作。健康的眼睛更容易吸引异性并建立亲密感。又例如，浓密的头发，发质光泽柔顺。古人类在择偶过程中，头发常常被认作为年轻、荷尔蒙平衡与生育潜力的标志，
这是因为头发质量受激素水平、新陈代谢和营养状态的影响，稀疏、干枯、脱发往往是慢性压力、营养不良或者荷尔蒙紊乱的表现。另外还有牙齿整齐洁白，也是大脑对容颜认同的组成部分。在人类交往中，牙齿代表饮食能力、生存能力和清洁习惯等。牙齿整齐洁白暗示着基因没有严重缺陷。还有人类下巴线条清晰、颌骨结构匀称，则代表荷尔蒙平衡。而荷尔蒙分泌平衡可是直接影响生殖能力和孩子的存活率的重要指标。因此，下巴线条清晰、颌骨结构匀称被大脑认定为容颜美的一部分。这些影响美的身体特征还有很多，这里就暂时省略了10000字。总而言之，这些身体特征本质上是内在健康、生殖力与基因稳定的表现。这些身体特征会被大脑认定为美，形成了人类共同的审美标准。全人类的共同审美标准的本质就是健康。健康是真正的吸引力。我们生活在一个追求容貌美丽的时代，虽然我们不能决定骨骼的长度与比例，但我们仍可以通过健康来决定皮肤的状态和身体的活力，还有眼神里的自信和拥有良好的心态。先说健康的身体，当你睡眠充足、荷尔蒙平衡、血液循环良好的时候，皮肤自然就会有光泽，眼神自然就会有神，走路自然就会挺拔。这个状态不靠滤镜，不靠化妆，是你整个人由内而外发出来的信号。别人见到你不会去测量你的鼻子高度或下巴的线条，而是会感受到你整个人的良好状态。另外，焦虑会让人眉头紧锁、眼神闪烁、笑容变少，而良好的心态会让你自带吸引力。真正的魅力不是让别人觉得你完美无瑕，而是让别人觉得你身体健康、精神饱满、自信爆棚。为了让大脑从容颜焦虑中解脱出来，我们要减少无意义的社交媒体对比。如果你每天看到的是修图过度、标准极端的脸，你的大脑会误以为那才是正常人的脸，从而拉高了自己的焦虑程度。试着关注一些真实不修图的博主，给大脑一个正常美的参考。每天花1分钟对着镜子说出一句欣赏自己的话，不一定是我今天真漂亮，也可以是我今天的气色很好，又或者是我今天头发好干净。还有，尝试把注意力从别人怎么看我转到我能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当你忙着创作、学习和事业奋斗的时候，你的价值感会远远超过外貌带来的自我评判。你觉得我长得怎么样？你是大帅哥。我还是认同这个理。其实呢，我呢不算长得难看，所以长得有特色。其实从我们这种人里面可以看出味道来的人，才是有眼光的人。哎呀，很有味道，很有味道。马云的容颜大家有目共睹的。当年马云去肯德基面试服务员时，25个人面试，就马云1个人落选。现在的马云富甲天下，不但开个人演唱会，嗨爆现场几万观众，而且连喜剧之王周星驰都大赞马云是大帅哥。面对着马云那张违反进化论中的帅哥标准的容颜，你不必认为周星驰是违反了良心。的确，很多大众对相貌平平的马云产生好感，这是因为马云的事业成功和成功给马云带来的自信。马云在成就、财富、权力的加持下，会变得很好看，变成了大帅哥。这在心理学上称为光环效应，指的是当一个人某一方面表现优秀时，我们的大脑会自动把这个优秀扩到其他方面，大脑会对这个人产生正面情绪，这种好感会让你觉得他的外貌也顺眼，甚至有魅力。这是大脑的快速识别策略，我们会倾向于一好百好，而不去细分这好那好。而且一个人成功往往来自于自信，自信的人在肢体语言、眼神交流、说话方式上会更有掌控感，这种非语言的信号会让他们整体形象更加吸引人。
自信会改变我们解读一个人的面貌方式。同样的五官，如果表情坚定大方，我们会觉得更好看。这个不考虑，不考虑。你来了，你收拾收拾，你这穿的什么玩意儿？这是里3层外3层，胡子刮了一半，还留一撮。在海洋那边有一栋房，然后从事那个为汽车生产，月收入有8000大头。突破伤口一把苍凉，要的人眼泪掉，一大头月亮照不到。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资源和社会地位直接关系到生存和繁殖的成功率。拥有高财富的个体意味着拥有更多的资源、更好的保护、更稳定的生活，这会在潜意识中被解读为优质伴侣。所以说即使外貌不符合传统的美，他们依然会被大脑打上有价值的标签，从而被主观感知为更好看。这一切都给有容貌焦虑的人一个非常有力的启示和解决方案。健康是容颜美丽的本质，所以拥有健康的生活是最大的美丽养分。另外，外貌吸引力并不是单一的由五官决定的，外貌是一个人的综合感受结果，而这个感受可以通过你的成就、气质、表达方式、生活状态等等来大幅提升的。要变美，社会吸引力也是很重要的加分项目，例如学识、能力、幽默感、社交魅力。具体来说，可以通过提升专业能力和事业成就，培养自信与气场，比如站姿、声音、眼神交流等等，这些比化妆更能改变别人对你的感受。当你看到长相普通但成功的人有很多粉丝和仰慕者时，你要知道，外貌只是其中一个加分项目，吸引力是多方面的。美不只是五官的排列组合，更是你的健康、你的故事、成就与气场。当你在生活的某个领域发光发亮时，你的容貌也会被那道光照亮的。别人看到的是你的整体，而不是单一的五官身材。容貌焦虑的解药不是苛责的修改自己，而是让自己在更多的地方发光发热，闪耀出自己的特色。我是33，感谢你在纷纷扰扰的短视频潮流中耐心看到了最后。在我这里，你不单只是看到了一个事件，而是看懂了一个时代。请你写下你的感想，有什么要问的问题可以留言告诉我。谢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哦，对了，接下来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高效、快速解决容貌焦虑的方法。上彩蛋！搞事业，搞事业，搞事业！重要的事情说3遍。